财院，里面请。有劳师傅了。我觉得只拿1半延长也不错。你斗不过两江总督府。爹，咱卖了那么多铺子，投了那么多银子，到这个时候您劝我放手啊？行了，在菩萨面前不要说那些带有同修气的话。爹，菩萨没有十方供养，他也成不了菩萨。您刚才说那话，我实在不明白什么意思。您要真怕了，我听您的，我现在就上两江总督府，我上那儿磕头认错去。但是我不懂您为什么这么怕呀？您到底怕什么？顾先生，你好吗？你死就死了吧，你为什么要折腾孩子啊？你就算是回来，你杀了我，你也没有必要祸害他。爹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哪有不还的债呀？没人要你的债，全当你在京师死了，我一个人把2个孩子抚养大。大的读书好，他要去京师求功名。临走的时候，他还跟我说，他说他要去寻你的尸骨埋葬。我送他的时候，我莫名的担心，我喘不上气来，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在担心什么。现下我知道了，什么他咆哮考场，都是你的局。娘，他是……好好看一眼，这就是你死掉了20年的爹。他上辈子姓古。老太太，老太太，我爹他姓李啊，他是城南的李家公子。我娘说他是家道中落入赘来的，爹，是不是呀？所以说，当年在客场上害我的人是你。知道你来京师了，担心你要是真考上，这出戏就唱不下去了。我换了个身份，又再世投胎做人，血肉分离是人家的要求。娘，你认错人了，他怎么可能是我爹呢？我爹在去考科举的路上已经死了，如今尸骨无存，而他只不过是一个下坠有钱人家的糟老头子，怎么可能是我爹呢？娘，外面风大，别在这儿待了，我带您回去。我陪你回去。慢点。
娘，稳住肚子，不怕，有儿子在，儿子陪着你。爹，爹。娘啊，喝口茶吧。你要相信我说的。我也相信你，但那不是真的。娘啊，我给您算笔账了。人生不过70年，10年懵懂，10年老弱，这就剩50了。天黑睡觉，真正清醒的时候，最多25年。要再遇上个病啊灾啊，东奔西跑，伤心若狂，真正留给我们开心的日子还有多久啊？何苦为了那些烦恼，再委屈自己呢？刚才你说他不是你爹的时候，我心里的这块石头就已经搬走了。有你，有老二，有玉儿，有这么多的人，应该讲，我过的是好日子。咱们过的自然是好日子，多少人家还羡慕不来呢。所以，我不要自欺欺人。几十年的心事，都到了这般岁数，我总可以放下了。去看看吧，跟他讲，我放下了，让他好自为之吧。对喽，您就应该这么想。没事，没事。玉儿，你照顾娘吃点东西，我去看看，看看他们走了没。你来干嘛？你爹呢？你快走，我们不认识你。让他进来吧。你头发呢？我求这儿的方丈帮我剃度，3000烦恼丝，去了也就去了。余生在这吃斋念佛，忏悔罪过。连你这个儿子也不要了。我这一生过去了。是啊，都过去了。后半生留在这儿，吃斋念佛，反正有菩萨保佑。不管之前做了多少造孽的事儿，都不会遭报应。你这笔账算得挺好啊。郭平原，你是来这看笑话的？你以为我想来啊？我娘让我来带句话。
这件事儿他已经放下了。他希望你可以好好活，自己放过自己。你别在这卖弄口舌，这儿还轮不到你说话。我还有一句，就算这满天神佛都可以原谅你，你原谅得了你自己吗？留步！你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，兵荒马乱，没进考场就被抢得干干净净，病倒在荒野之外，染上失忆，觉得穷如命如草芥，病死了被野狗吃，埋在路上被蝼蚁吃，心灰意冷，直到遇到你娘。李家小姐那时还没出嫁，家务难定，偌大的生意在她自己手里。我跟她做了生平第一次生意，改名换姓，抛妻弃子，像个生来就有钱的人一样，再活一世。我想你们也不会不动心啊！我把我的灵魂卖了，祖宗也卖了。儿子，你生而富贵，这些都是我给你的，是我拿自己换给你的。这天底下所有人都可以嘲笑我、咒骂我，但是你不能。我那时候就想，就算堕入地狱，永世不出，也不能穷下去。你怎么这么快？以后能不能交代我点人能干的活儿？你说你让我干的都是什么事儿？我是没本事给你干，我连1分钱我都没要着。屋里烧着热水呢，你喝这些生水也不怕拉肚子？拉肚子拉死了我清静。我这回来一路上我就愁啊，你说你牛也吹出去了，回头全村的人把茶拿来，手心向上管他要钱，那不得把咱逼死呀？娘腿脚也不好，还得跟着咱俩逃命，真可怜。哎，你到底有没有见到大奶奶？我连你说的那个靳大奶奶的毛我都没见着。我把那字条递进去，人家说靳大奶奶去外地看什么封号去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好家伙，人等得起，那茶也等不起呀！再说了，你那2个指头宽的字条，你管人要5、6万两银子，凭什么呀？你能不能学聪明点？不是，你现在骂起我来挺带劲儿啊！哎，我也不说你了，反正我皮糙肉厚的，我命贱。明天我背着金条去。你喝点热水，洗洗脚再睡。我以后再听你的，我就是头驴。哎，放里边吧。好的。好的。慢点。哎，朱老三，就你最鸡贼啊，别缺斤少两。不会不会，来，发财我来帮你。谢阿姨。你们家有没有烧炭？
去吧，家里去把茶叶放这儿。来，你哥呢？哎，哟，老嫂子，吃着呢。要不要一块儿来吃啊？这饭我就不吃了，这茶叶卖出去，我的心啊就放下一半了，比吃啥都强，对吧？对，那个，我山下还有个表弟，那还有一些好茶。哎，你把我们兄弟俩当大头了是吧？你表弟的茶，你老舅的茶呢？啊，我老舅茶你们也要？要你全家的茶。孩子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收，把话放出去。除了咱们村的茶叶，其他村的我也要。但是有一点，我只收1等的茶，2、3等的就算了，所有收茶的价格还是多加1成。就这2日，我让老二把钱给你送过去，你也好心里踏实。真的？嗯。那我可就这么讲了。嗯。谢了，谢老嫂子。哟，谢二爷，谢二爷。告辞。哎娘，咱家有只鸡，咱杀了炖了吧？养得好好的，你不是要留着下蛋吗？下蛋，咱连个蛋都吃不着了。您没听说吗？咱补过了，我哥带着咱娘俩作死呢。你们兄弟俩在说什么？您没看见，前2天啊，我哥的脑袋被驴给踢了，他把全村的茶都给买了，全在外边铺着呢。您是没看见，还吃得下饭呢。你不可以这么说你哥，没规矩。老大，你干什么啊？你不是听他说了吗？我就是收了点茶叶，我在城里给老二开了个茶店，那怎么也得有东西卖吧？行，你别笑嘻嘻的。你是里100万啊，占着房，躺着地，金山银山数不过来，你拿什么给人家呀？上次那金条哥你给我背上吧，我爬着我进城，死半道上你可别管我，死了清净。古先生在吗？我要茶了。靳大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靳大奶奶，您就是靳大奶奶。二兄弟吧？那日不巧，我去了大同分号，说是二兄弟来过，饭没捞着吃，茶没捞着喝的，我这不落忍劲儿的，赶紧来赔个不是，对不住了。哎呦，不敢。靳大奶，里边请。哎，娘啊，娘，这是我山西的朋友。给老太太请安，祝老太太身体安健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请客人到里屋去喝茶。老太太，我扶您进屋说话去。哎，我们当家的还得老几问问你好呢，带来礼物啊，我也都捎来了，赶紧过来。是，大奶奶。哎哥，这些礼品是真的假的呀？你不信啊？把箱子打开自己瞧。大奶奶，这次真的是麻烦你了。古兄弟，在外面那点野性子，回到家都收起来了，看你还真是新鲜。你好歹也是我们的会手啊！哎呀，那都是假的。这孩子又做什么会手啊？又回老太太话，古兄弟啊，是我们山西票号商会的首领，山西3000家票号，只要古兄弟的一张字条，自当人人遵命。话说我来晚了1日，应该向会手赔罪。哎呀，不用这些礼节。娘啊，大奶奶她开我玩笑呢。我有些话想跟大奶奶单独说。客人远道来，你们要好生招待啊！乡下人礼数不周，请大奶奶别见怪。老太太这话我可受不起，您老先坐着啊。大奶奶又何必亲自跑一趟呢？离开山西的时候我也讲了，以后就没有会手这一说了，您就别开我玩笑了。古兄弟也能住在这里泰然处之，真正是大英雄啊！那些得罪你的人啊，全是瞎子。哎，我现在就是一个茶农，谁都可以得罪我。倒是大奶奶您，千金之躯跑这么远的路，我心中实在是惭愧啊。这句话就说的不对了。
以我们的交情，谷兄弟啊，这千里万里的都得朝发夕至啊。当家的身子弱，不方便出门，我若不亲自跑一趟，那是断不能放心的。怕你用的不方便，全部换成了京城4大行的银票，1万两一张，一共有20张，现银兑付，不知道够不够使？我也用不了那么多呀。用不了就存着呀。我当家的说了，难得谷兄弟能开口，我们可是太高兴了。小小一个安徽的茶商会都敢挡谷兄弟的道，真是让他吃了猪油蒙了心了。只要你一句话，咱们把安徽所有的茶叶都买下来又如何？反正李大哥是做茶叶的，路子有的是。我现在就是一个种茶的，跟村里的人赌口气，我也不想弄得地动山摇的。不管怎样，在这里谢过金大奶奶了。行，听你吩咐。如果没别的事儿，我就先告辞了。这商场如战场，一刻都耽误不得。这么快啊？不留下吃口饭吗？你以为我来安徽只有一件事儿啊？听说合肥就要克复了，我这一路过来就是来看看什么时候可以把银号开过来。谷兄弟，你有你的生意经，我也有我的生意经。谷兄弟，少送。不让须眉，自当如此。加点小心啊！跟你们说啊，这所有的茶呀，都按照等级分开放好。这仓库不够用了呢，我们可以再租。我哥说了，只要是来送茶的，只要是头等，都按照比茶商会高一层的价格收下来，知道吗？是。二爷，船租好了，您看看去吧。看看去。看看，写的怎么样？哥，你可真有闲情雅致啊！哎，我听说这个万茶大会，那没有个人参加的，都得是各省的茶商会。我们这样愣头青似的，行不行啊？这天下事都得豁出去干。怎么，没有他们，我们就没路走了？那不是有规矩吗？规矩都是他们定的，只对他们有利。我还有我的规矩。不为了我自己，为了这蓝雪茶，我也得争口气。这样好的宝贝，落在世间无人爱惜，岂不冤死？哦，对了，你马上安排好人照顾咱娘。吃了午饭，咱们动身去京城。真的啊？商场如战场，有些事儿就是这么急如星火，耽误一刻，我要你脑袋。哥，这么晚了你还不睡啊？来一口。我不喝，我都困死了。就快过山东境了。本来想着这一次回来，可以做一只太平鸡犬，在家里好好服侍老娘，可没有想到，还是要四处漂泊，这可能就是命了。哎呀，话说我还是第一次去京城呢。你想老老实实在家待着，我还挺想出去逛逛的。这以后成了亲，老婆孩子一大屋的，倒没那闲工夫了。四处跑，也有四处跑得好。你看过草原上的星星吗？那里的星星跟这边的完全不一样，很亮，很美。哥，你说的是什么呀？这回出门前，娘跟我说，
就当给你见见世面。生意做成做不成的不重要，主要是平安。你也是，就当散散心，别老想着白小姐的事儿。我已经想明白了，一梅她是个人，又不是个物件，她喜欢谁不喜欢谁是她的自由，连她爹都做不了她的主。但有些人就不一样了，他是在里面疼，半夜酒醒，推枕而起，感觉心口憋得慌，就好像喘不过气一样。哥，你今天好奇怪啊，你怎么了？酒喝多了。我想送你点礼物。我看书里写，读书人在送行时都会写诗互赠。我不会写诗，我背几句今早读到的诗来送你。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，既见君子，云虎不喜。忽有故人心上过，似凭似笑两茫然。